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围棋教学入门第8集，我是林恩德老师。今天我要来介绍一种很有趣的吃棋子方法。在棋盘上，一方利用对方棋子只有2气，而不断地转向连续叫吃，让双方棋子呈现阶梯状移动，最后达到吃子的方法。这个方法称为争子。争子要吃对方的棋子，第一步叫吃的方向很重要。以这个9路棋盘为例，盘面一颗白子剩2气，黑棋可以争子，但第一步叫吃白子要下哪里？如果黑棋下在 D5， 白棋E4逃出，白棋已经有3气，黑棋已经无法一直叫吃争子了。所以黑棋正确走法应该下在E4，叫吃白子，白子 D5 逃出，也只有2气，黑棋可以继续叫吃。接着黑棋要对白棋向上伸出的头 D5 迎头挡住叫吃，这个可以称为敲头。黑棋一路敲头叫吃白子，这个时候棋子看起来像阶梯的样子，白棋最后会逃到死亡线，剩1气，黑棋就可以一口气吃掉全部的白棋。这种感觉是不是很爽呢？接下来这个盘面跟上一盘几乎完全一样，只是右上角多了一颗白子。这颗白子的作用就是接应被争子的白棋，这个作用叫做引争。有这颗引争的白子存在，黑棋如果还是要争子，叫吃后一路敲头，可是到白10已经跟引争的棋子连接，白棋变成3气，黑棋不仅无法继续争子，而且留下了3个双叫吃的断点，黑棋失败。所以要争子之前，如果发现争子途中会碰到对方的棋子，或是会造成可以反叫吃我方的棋子，那么也不能争子。例如这个盘面，白棋右方有一颗白3角的棋子，但似乎无法与被争子的棋子连接，但是黑棋真的争子，我们看到白8的时候已经反叫吃黑子，黑方争子失败。综合上面的例子，
我们可以归纳一下争子的原则。争子时，第一步要将对方的棋子赶往我方棋子较多的地方。二，对方被较吃的棋子逃出后，只能剩2气。三，我方一直敲头的时候，必须较吃到对方的棋子。四，如果对方有引争的棋子，则不能争子。当然，如果你是被争子的一方，一旦发现了会被争子，当然被较吃的棋子就不能再逃了，否则越逃死越多，损失更大。但是棋子被白白吃掉也是可惜，所以这个已经完蛋的棋子，我们还是可以利用它的最后价值。比如说这个盘面左下角一颗黑子，显然会被争子。此时黑棋可以在这颗黑棋被争子的移动路线上放一颗引争的棋子。当然，这颗棋子除了引争之外，最好还有别的作用。例如，黑棋下在右上角星位来引争，白棋为了不让左下角这颗黑棋跑掉，白棋不管是走1-5吃掉黑子，或是在争子路线中下一颗白棋引争，例如白棋下在 P15， 左下角黑棋逃的话，会先碰到这颗白子，而碰不到右上角星位的黑子。可是接着黑棋都可以下 O17， 或 R14 小飞围住角地，黑棋利用跑不掉的棋子换得实际的利益。今天的课程就为各位讲解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谢谢您收看肥妈的影片，也非常欢迎您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部影片见。